先说结论，2511有一些升级，但是不多。罗尔也可以兼容使用，但是会有一些小问题。没有升级2511的也可以不用升级。下面我们看具体测试。由于2511集成了多角度控制 LoRa， 我们先来测试多角度表现。这里提示词改成将镜头改为仰视。第一个是2509加 LoRa 的工作流，可以看到仰视的表现不太好，数据及缺乏更精准的仰视数据。下面这个是使用的2511的 FP8 模型和4步加速 LoRa， 可以看到效果非常好，整体颜色更鲜亮了，而且加入了一些仰视的数据。下面这个是2511和4步加速合并的模型，目前2511的模型版本挺多的，这个是较晚发布的，我们一起做测试看看效果，这个运行结果很一般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个工作流跟2509最大的区别是，条件节点前面必须加上多参考前在方法的节点 ，Flux 的节点和官方工作流的节点参数都是一样的。最后一个就是给大家推荐过的2509无偏移无缩放的插件，由于不能接入刚才的多参考前在方法的节点，所以这个出图会有严重的色偏，这就是最初大家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所在。我们看看偏色效果。在多角度方面，2511模型和加速LoRa分开加载的效果会更好，颜色也很好看。估计是合并的时候加入了更多的数据，例如现在提示词将摄像机向右旋转90度，摄像机的自转和围绕物体旋转的指令是有点冲突的。同样的，将摄像机改为特写镜头，新模型是改变了焦距，而LoRa是聚焦一个人物，指令需要改成更精准的，将摄像机改为右侧女性的特写镜头。所以这次模型不是简单的合并，而是增加了新的数据，但是没有做好指令隔离。好在2511也可以加在原本的 LoRa， 可以生成不同的效果。下面我们测试使用同一个2509的 LoRa， 看看表现效果。首先是2509的雾天效果非常好，颜色准确。2511的两个模型效果都差不多，都有些偏黄。将天气改为雨天，2509右侧出现了像素拉伸问题。而2511的两个模型效果都还可以，没有出现右侧的像素拉伸问题，但是像素偏移问题依然存在。将天气变为雪天，2509的雪处理的有点模糊，质感不是很好，而2511的雪地细节更多。将天气改为黄昏，2509的表现还不错，而2511的颜色更黄，人物的一致性变化有点大，看着有点奇怪。下面我们看多图融合的表现。图1和图2输入人物照片，提示词改成图1和图2的人在客厅拥抱。在人物还原度上面，2511显然更好，但是画面亮度和饱和度都挺高，显得很油腻。而在指定背景图融合方面，2509更多的保留原图的细节和颜色，2511会在背景添加一些变化，而且会改变颜色和饱和度。综合来看，升级的意义不是很大，2509通过节点也可以解决拉伸问题，还可以原图尺寸直出。最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扩图节点，跳过所有加速 LoRa， 步数改为20步。2509脸部崩的有点厉害，但是颜色和一致性还不错。而2511就非常离谱了。打开加速 LoRa，2509的饱和度变得更高了，脸部问题修复了。而2511颜色更准确，但是扩展的墙面出现了不规则纹理。而如果把2509的加速 LoRa换成 Edit 版本，就会直接罢工。综合来看，各自都有一些问题，不过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加速 LoRa， 毕竟模型本身太大了，不靠加速基本无法正常使用。这次的模型是否升级就看自己选择了。